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产业医科大学第一外科讲师佐藤典弘教授所著的《不被癌症打败的3种简单肌肉训练》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癌症患者进行肌肉锻炼的重要性；第二，肌肉锻炼是如何预防癌症的；第三，打造不被癌症打败的3种肌肉锻炼。首先是第一部分，癌症患者进行肌肉锻炼的重要性。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他想传达给所有癌症患者的信息：无论癌症处于哪个阶段，都要从今天开始进行肌肉锻炼。我们都知道，肌肉锻炼对健康十分有益。肌肉锻炼已经被大量证据所证明，能够增强抗癌的能力。作者说，当被确诊为癌症时，人们通常很难会保持乐观、积极投入到某些活动中去的。但是什么都不做，对心理和癌症治疗都不利。为了战胜癌症，关键是要逐步克服每一个可以积极应对的挑战。那么，为什么要推荐癌症患者去进行肌肉锻炼呢？这是因为，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肌肉锻炼在癌症治疗中的重要性。有些人可能认为，如果得了癌症，应该保存体力，不应该进行运动。然而，2014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每周进行1次以上肌肉锻炼的癌症患者，比那些仅仅休息的患者活得更长。所有致死原因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不仅如此，许多国内外的研究也证明，癌症患者通过肌肉锻炼维持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肌肉锻炼对于抗癌的强大效果真的令人惊叹。即使在患癌之后进行肌肉锻炼，也能带来积极的效果。这也意味着，如果从现在健康时就开始进行肌肉锻炼，将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巨大的益处。然而，针对癌症患者的肌肉锻炼重要性仍未被广泛认知，因此很少有医生会为癌症患者提供肌肉锻炼的指导或建议。在欧美国家，肌肉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知，运动被视为像药物一样的重要。医生会积极推荐癌症患者进行肌肉锻炼。如果我们的身体不活动的话，肌肉会自然萎缩。对于癌症患者来说，癌症本身也是导致肌肉萎缩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可能见过因癌症去世的人的样子，他们的面色憔悴，瘦削的模样让人难以相信他们曾经健康的样子。癌症导致的体重减轻，主要原因是肌肉量减少。根据癌症的种类、阶段和治疗方法的不同，有5%到90%的癌症患者的肌肉量会减少，特别是在65岁以上的患者中，更会常见大幅度的肌肉减少。癌症导致肌肉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3点：一、运动不足；二、蛋白质摄取不足；三、癌症伴随的炎症和代谢异常。接下来我会逐一解说这些原因。首先是第一个原因，运动不足。许多癌症患者因症状、治疗副作用或后遗症无法进行足够的身体活动，住院治疗更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活动，导致长期卧床，最终可能需要依靠轮椅生活。为了专注于治疗，患者往往不得不放弃工作、运动和娱乐，活动机会减少，肌肉逐渐萎缩。此外，被确诊为癌症后，患者可能因巨大的心理冲击陷入抑郁，拒绝活动，甚至不愿出门。这种极端的运动不足加剧了肌肉的减少，心理压力和担忧也会降低免疫力，进一步削弱抗癌能力。接下来是第二个原因，蛋白质摄取不足。肌肉减少不仅与运动不足有关，饮食中的蛋白质摄取不足、消化不良和吸收障碍也是重要原因。癌症治疗常导致患者食欲下降，如化疗的副作用会引起食欲不振或恶心，影响进食。手术可能导致胃或肠的功能下降，使进食困难。即使能够进食，消化系统的癌症患者也可能因消化不良或吸收障碍，无法吸收必要的营养素，进而导致肌肉量因蛋白质不足而进一步减少。接下来是第三个原因，
癌症伴随的炎症和代谢异常，除了运动不足和蛋白质摄取不足，癌症引起的炎症和代谢异常也是导致肌肉减少的重要原因。炎症时，体内会分泌炎症性细胞因子，这些物质会抑制蛋白质合成，并加速肌肉中氨基酸的分解，导致肌肉量减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了癌症导致肌肉减少的3大原因。随着癌症的进展，肌肉减少会加剧，导致体重下降、四肢消瘦、面貌变化等问题，进而降低患者的生存率。换句话说，肌肉减少的癌症患者死亡风险更高。肌肉减少症是指肌肉衰退和全身肌力下降，尤其在癌症患者中更易发生。研究显示，胰腺癌手术后复发的患者中，约90%被诊断为肌肉减少症。不幸的是，患上这一症状的癌症患者治疗效果较差，术后并发症和化疗副作用的风险也更高。因此，从治疗前开始锻炼，维持肌肉量和肌力，对于提高生存率非常重要。肌肉锻炼不仅能增强肌肉，还能维持骨骼健康，改善代谢，降低慢性病风险，并对精神健康有益。即使不擅长运动，每周进行简单的肌肉锻炼也能带来积极的改变。接下来是第2部分，肌肉锻炼是如何预防癌症的。作者强调，保持运动和肌肉锻炼对癌症患者非常重要。尽管很多患者在诊断后会暂时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肌肉衰退，不利于治疗。因此，尽量保持活跃，并进行适度的肌肉锻炼，将有助于提高生存率和预防癌症。以下是3个关键研究结果。1. 针对573名女性结肠癌患者的研究显示，积极运动可以降低癌症复发率和死亡率，改善生存率约50%。2. 美国研究发现，使用哑铃等器械锻炼的癌症患者结肠癌风险会低25%。同时，肌肉锻炼有助于提高生存率和预防癌症。3. 对144万人进行的研究表明，最活跃的人群整体癌症发病风险比几乎不运动的人群会低7%。这些数据表明，肌肉锻炼不仅可以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效果，还能预防癌症和提高生存率。肌肉锻炼被认为有助于预防癌症，尽管其机制尚未完全明了，但主要涉及以下4个方面： 1. 抑制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因素，运动可以有效抑制炎症，预防癌症。2. 激活免疫细胞。运动能增加血液中的免疫细胞数量，特别是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提高对癌细胞的攻击能力。3. 肌肉释放的物质。锻炼时肌肉分泌的肌肉因子，如鸢尾素、SPARK 和白介素6，具有抗癌作用，并能增强免疫系统。4. 抑制高血糖。运动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高血糖是癌症发展的风险因素。这些效果表明，肌肉锻炼不仅有助于预防癌症，还能减轻其治疗副作用，改善生活质量。接下来是第3部分，打造不被癌症打败的3种肌肉锻炼。本书推荐了3种适合癌症患者的肌肉锻炼，非常简单易行，易于坚持。1. 俯卧撑，每组10次，做2到3组，可以增强上半身的力量。2. 平板支撑，每组1分钟，做2到3组，可以增强腹肌和核心力量。3. 深蹲，每组10次，做2到3组，可以增强下半身的力量。站立深蹲困难时，可尝试坐着进行。这些训练无需任何器械，非常适合在家里进行。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肌肉锻炼，并结合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注意每次锻炼应设置到稍微感到辛苦的程度，并保持正确的姿势。经过强度训练的肌肉需要休息至少2天。对于65岁以上的癌症患者或有慢性病者，建议避免长时间的运动，可以分段进行或咨询医生。通过这些简单有效的训练，可以帮助癌症患者增强体质，提高生活质量。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